作为全球知名的 IP， 复仇者联盟火爆全球的同时，也带火了各路超级英雄。其中代表了美国精神的美国队长，从漫画连载期间就是人气断层第一。而这位代表了凡人精神的伟大英雄，其实是有原型人物的。他就是近代历史上人类最强士兵，获得了美国战士的所有勋章，也是二战美军最英勇的士兵，没有之一。他就是奥迪·墨菲。如果二战美军有战力反差天花板评选，奥迪·墨菲绝对能断层 C 位。身高1.65米，体重刚过110斤，站在人均壮汉的美国军队里，像个没长开的高中生。军装穿在身上松松垮垮，活像偷穿了家长的衣服。但就是这副弱不禁风的模样，单枪匹马硬刚一个营的德军，用机枪扫倒了240个敌人，还顺手端了5个碉堡，摧毁6辆坦克，硬生生靠着一己之力扭转战局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位二战美军最强士兵的传奇人生。1925年，奥迪·墨菲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穷乡僻壤，家里有12个孩子，他排老6，用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他家的贫困程度。房子是用木板拼凑的，下雨时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，衣服也都是孩子们轮流穿。严重的营养不良让墨菲的发育变得很迟缓，这群孩子里也仅有9个孩子活过了18岁。更惨的是，墨菲12岁那年，父亲卷款跑路，12个兄弟姐妹瞬间成了孤儿。为了活下去，5年级的墨菲只能辍学，跟着2个参加过1战的叔叔采棉花。每天的工资是1美元，为了贴补家用，墨菲只能去打猎。他的发小戴尔·亨利回忆，墨菲上小学时枪法就已经很准了，甚至可以击中跳在空中的兔子和松鼠。时间就这样一点点的过去，一家人的生活虽然艰难，却依然温馨。但生活的不幸从来不会放过每一个可怜人。1941年5月，墨菲15岁时，母亲因肺炎去世，他最小的3个弟妹不得不送进孤儿院，墨菲也流落在街头，四处打零工。年末，珍珠港事件爆发，美国正式卷入二战，全国上下都在征兵。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的墨菲决定参军，他偷偷修改了自己的出生证明，将年龄增加到了18岁。但当身高165公分、体重49公斤的墨菲走进海军的征兵处的时候，被当成未成年人直接丢出去了。墨菲接着尝试加入空军，迎接他的只有一阵笑声。空军也不要又瘦又干的他，最后只有陆军愿意让他参加。墨菲并不是个很好的士兵，第一次发军装，他拿到的最小号军装穿在身上就像麻袋，袖子太长得卷好几圈，裤腰太大得用皮带紧紧勒住，不然走2步就往下掉。就连训练时，他也因为个子矮，扛着步枪跑步，枪托都快拖地了，还以为营养不良，训练过程中昏倒。他的长官试着要把他转到后勤部门，但是却被他毅然地拒绝。他要成为一名士兵，长官只好把他送到马里兰州的马德堡接受更多的训练。在8周的训练里，这个瘦小的士兵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。他的枪法和移动穿插科目都取得了优等成绩，搏斗时更是凶狠的让人侧目。优异的成绩令长官钦佩，他被允许加入作战部队，分配到了第3师15步兵团。1943年，墨菲终于如愿以偿，成为驻防北非卡萨布兰卡的第3步兵师第15步兵团1营士兵，而他也将迎来人生中的首战。1943年7月10日的西西里登陆战，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即将结束，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，德国第6军团的26万铁军战后仅有5000人活着回去。反侵略战争的转折点到了，美军也加入到了欧洲战场，16万士兵抢滩登陆，意大利军队只是进行了微弱的抵抗就四散而逃。墨菲看到2名意大利军官骑着战马准备逃跑，他靠着手里的一杆 M1 加兰德步枪连放2枪，2名军官落马毙命，他因此被提升为下士。从此之后，墨菲神枪手的名声在部队里传开了。他带领战友在意大利群山之间战斗了1年，
这1年的时间也让墨菲取得了所有人的尊敬。这个靠谱的小个子永远会出现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。唯一不幸的是，在长时间的艰苦作战里，墨菲不幸染上了疟疾，这个病此后一直困扰他的军旅生涯。1944年8月，墨菲所在的第3步兵师在法国南部登陆。在一场名为枪骑兵行动中，墨菲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拉蒂。他们在执行任务时遭遇5名德军，随后成功击毙2人，击伤1人，其余2人投降。但就在拉蒂准备解除俘虏的武器，一名俘虏突然拿起枪击中了拉蒂的脖子。亲眼目睹朋友死在自己的怀里，愤怒之下的墨菲抱着机枪孤身冲进德军后方，打死6人，重伤2人，俘虏11人。也因为这次行动，墨菲被授予杰出十字勋章。如果说之前的战绩让墨菲成为王牌士兵，那么1945年1月26日的哈尔茨山战役就是他封神的一战。这一天，他用一己之力硬刚了德军1个营的兵力，创造了2战史上最传奇的单兵作战记录。当时已经晋升为连长的墨菲，在法国赫尔茨维尔率领128名士兵作战，遭到优势德军的反扑。在激烈的交火中，他的双腿都被炮火炸伤，连队里能作战的只剩下19人。第2天，气温降至-10度，地上积着6厘米的雪。德军派出6辆虎式坦克和2个加强连的步兵开始猛烈进攻。在市郊的田野，美军的几辆 M10坦克歼击车根本不是虎式坦克对手，逐个被击毁。见到形势危机，墨菲命令他的连队全部转移到树林隐蔽，自己独自留在阵地前沿，端着 M1卡宾枪射击，并用无线电指挥后方的火炮攻击坦克。当后方炮兵询问敌军距离时，他留下了那句传奇般的回答：不要挂电话，德国人很快就会告诉你离我有多近了。在美军密集炮击下，虎式坦克撤退了，但2个德军步兵连仍然匍匐前进。为了阻拦他们，墨菲扔掉了打空子弹的卡宾枪，一瘸一拐爬上了一辆燃着熊熊大火的 M10坦克歼击车，用坦克上的 12.7 毫米口径的车载 M2 重机枪对德国步兵开始扫射。墨菲在这辆随时可能爆炸的着火坦克上开火长达1个小时，独自面对从3个方向攻过来的成群敌人。德军千方百计想干掉他，冲得最近的士兵离他只有10米远，但全部被他一一击毙。最后他一手捂住伤腿，用单手打光了所有的弹药。等到战友们带着增援部队赶回来时，看到的景象让所有人都热泪盈眶。墨菲靠在坦克歼击车上，浑身是血和尘土，手里还握着一把步枪，而阵地前躺着50多具德军尸体，加上 M10坦克歼击车的战果，共计300名德军士兵被击毙。6辆坦克被摧毁，5个碉堡被端掉，德军的进攻被彻底打退，阵地安然无恙。这场战斗之后，墨菲被授予美国最高军事荣誉国会荣誉勋章，成为2战中最年轻的荣誉勋章获得者。而德军士兵则给墨菲起了个外号“小个子死神”。1945年4月30日，德国被彻底攻破，希特勒在地堡里对自己扣动了扳机，德意志第3帝国轰然倒塌。在整场2战中，墨菲累计击杀240名敌人，获得了33枚勋章，涵盖了所有的美国战士勋章、杰出服务十字勋章、铜橡树叶簇银星勋章、公祭军团勋章、微型装置铜星勋章、铜橡树叶簇紫心勋章、第1相野勋章、总统单位奖章等。这还不是全部，这些只是美国军方颁给他的奖项。墨菲还收到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勋章，其中包括法国荣誉军团勋章、骑士勋章、法国银星十字勋章、法国棕榈十字勋章、解放法国勋章、比利时1940年棕榈十字勋章、法国十字勋章，堪称行走的荣誉墙。他的胸前几乎被勋章铺满，每次穿军装参加活动都得小心翼翼，生怕勋章掉下来。有记者调侃他：“你是不是把2战所有的勋章都集齐了？下一步是不是要去收集和平时期的勋章？”墨菲笑着回答：“我可不想再打仗了，这些勋章已经够多了，我只想早点回家过平静的日子。”而墨菲的传奇事迹也被媒体报道后迅速传遍了美国，他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，也成为了刚刚开始连载的美国队长的原型人物。1945年2战结束后，墨菲回到家乡，受到英雄般的礼遇。
不过英雄也得过日子，有个叫詹姆斯·卡格尼的制片人在封面杂志上瞅见了墨菲的故事，一眼就觉得这小子是块银木料，直接甩给他$150周薪签了约。墨菲本以为能借着这机会开启第二人生，结果好景不长，卡格尼的公司愣是没扛住市场的暴击，说倒闭就倒闭。墨菲瞬间从准好莱坞新人变回吃救济的退伍兵，全靠那点残疾退伍津贴过活。想当年他在战场上扛着重机枪扫德军都没怂，这会儿却得为一顿像样的牛排抠搜半天，说出来谁信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朋友特里够意思，拉着他来自己的拳击馆上班。也就在这儿撞见了常来练拳的好莱坞作家大卫·麦克鲁尔，这俩人一见如故。大卫不光帮他写了本自传《百战荣归》，还凭着自己的人脉把墨菲塞进了电影《德克萨斯小子》的剧组。没多久他就拿到了人生第一部主演的电影，环球电影公司更是直接递上合同，周薪$2500。1955年，墨菲干脆玩了把沉浸式表演，亲自上阵演自己的自传电影《百战荣归》。这片子一上映就跟开了挂似的，初期就狂赚$1000万，直接成了环球电影公司43年历史里的票房扛把子。这记录硬是挺到1975年才被大白鲨超越。在好莱坞混的25年里，墨菲一边演了44部电影，从西部牛仔到战争英雄，角色换着花样来，一边还兼职当乡村音乐作词人，写出来的歌词带着股子直来直去的硬气，居然也圈了不少粉。不过在荣耀的背后，战争的阴影却也始终伴随着他。无法治愈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让墨菲动不动就头痛欲裂，无法休息，一闭眼全是炮火声和战友倒下的画面。为了扛住这难熬的日子，在医生的推荐下，他开始长期吃一种叫乙氯仙醇的镇定剂。这玩意是辉瑞1905年搞出来，听着是安神药，实则成瘾性非常恐怖。意识到自己居然被药物控制的墨菲决定改变，他把自己锁进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，戒断症状如约而至，浑身发抖，呕吐幻觉。在最难熬的时刻，他仿佛又回到了那辆燃烧的坦克上，不能放弃。他对自己说，7天后当他走出旅馆时，虽然虚弱，但眼神重新变得清澈。我战胜了他。他对妻子说，可惜的是，命运并没有一直眷顾这位伟大的英雄。墨菲大难不死的好运气可能在战争中用光了。1971年5月28日，墨菲乘坐的私人飞机在弗吉尼亚州的山区遭遇暴雨，不幸坠毁，年仅46岁。这个二战时期的传奇英雄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墨菲的去世让整个美国都陷入了悲痛，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前来悼念，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，将他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。这是美国军人的最高荣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的墓碑旁边就是那些在二战中牺牲的战友的墓碑。正如他生前所说，我要和我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奥迪·墨菲的传奇故事依然被人们铭记。美国有很多学校、街道、公园都以他的名字命名。他的自传《百战荣归》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，在全世界范围内流传。有人说墨菲是二战中最伟大的士兵，他用自己的勇气和毅力诠释了什么是英雄。也有人说墨菲是个奇迹，他用1.65米的小个子创造了战场上的神话。我是大胖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